女孩别再道歉了。这本书用一句话来说，就是建国皇帝写的历史书。很多吹捧自己有多棒，你应该要怎么样做，很讽刺。它的主轴是希望女孩不要被世俗的眼光枷锁，但从它的书名就先排它，把女生独立出来了。我一直认为，真正的公平应该是不分男女。女孩有焦虑，凭什么男孩不会有？不过高手划线的地方总是跟一般人不一样，就让乌喵我来试试看，能不能替这本书去无存菁。Hello guys， 我是 Neko 乌喵，欢迎回来我的说书时间。我其实相信每个人都会找借口不去做某些事情，可能你一直有个创作梦，但总是困在下班后太累，或者你一直想要开一间公司，但总是告诉自己风险太高，甚至你想要开始试试看投资，但总是躲在没资本的借口后面。想做的事情很多，阻止你开始的借口更多。追梦很可怕，我也明白。毕竟连我自己都是花了1年的时间做心理建设，才离开职场这个舒适圈啊。那你有想过什么都不去做会发生什么事吗？拿投资来说，不开始理财会怎么样？可能不会太严重，至少短期之内通膨还没追上来。不过时间一旦拉长，我不需要再重复那个国王的故事，告诉你复利效果有多可怕了。不追梦呢？好像也不会怎么样，大概只会在人老色衰垂垂老矣的时候猜想，如果当年勇敢一点，生活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？甚至感叹自己就如同那些声音的评价一样，那些声音我们都很熟，来自那个自以为是的同学，来自那些没有同理心的家人，来自那个称呼挂着闺蜜的朋友，甚至来自于你自己的脑袋。当你鼓起勇气想要做一点什么，这些评价就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。更可怕的是，我们相信了、认同了、奉为圭臬了。有些人的目标是被这些声音磨掉的，有些人的目标甚至还没开始，或者根本没有勇气开始找的。我很难相信荧幕前的你没有任何目标，它甚至不需要是为往圣继绝学、为万世开太平这种遥不可及的事情，它可以是戒断垃圾食物，每年出国1次，开始写书。对我来说，就是至少每天要吃到2餐，每天睡前要看30分钟的书，这些我都办得到。只是没时间、没能力、没体力，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？别人会怎么看我？blah blah blah。我最常听到的就是没有时间养成读书习惯。这个问题从来都不是没有时间，而是同样的时间你做了什么样的选择。阅读 vs 手机，阅读 vs 连续剧，阅读 vs 电玩，永远是后者比较值得拥有你一天24小时中的几分之几。不开始，目标永远都会有几百个理由，而开始行动只需要1个理由，实现属于自己的人生。很显然，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你想要养成一个新的好习惯，只要有一定程度的牺牲。你可以早起1个小时，你可以利用上厕所的时间，你可以在手机里面装电子书的 App 取代滑 IG。1星期168个小时，总共只需要播出5个小时，一天只需要43分钟，持续1个月。相信我，你绝对可以养成阅读习惯。1个小时都不到，为了自己这点投资很值得吧？没能力和没体力都是一个假想题，因为能力和体力都是训练和维持累积可以堆积出来的。我刚做 YouTuber 的时候，口才也没有现在好啊，更别提化妆技巧和剪辑美感了。试想，如果我停在6年前的游戏实况主要的经营方式，自我满足一成不变的表演方法，或者自我感觉良好的一直用很浮夸的角度来介绍书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凭什么你能继续坐在电脑前面哀怨自己母胎单身，看100支自我成长的鸡汤，没有任何行动呢？溺死在满满的金句和道理里，没啥屁用。最后一个荣登我心中最烂 No.1 的借口是别人会怎么想。这是你的人生哎，不试过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不适合你？昨天我跟我许久没见的好姐妹吃饭，她一开口就说她想离职了，有在思考想要跳到我的前东家，问我之前我那间公司的工作环境怎么样。那份工作她只做了半年，即使薪水很好，但工作总是996，我们吃饭吃到一半还要跟公司开会。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了，这份工作她做得心力憔悴，连生活都没了。我问她怎么会想要做一份跟之前领域
这么不同的工作。他说没试过我怎么会知道我喜不喜欢？半年就换工作，听起来很可怕。30几岁换工作也很可怕。下一份工作的面试官会怎么想？中年失业是不是等于人生失败？这些疑虑在我的好姐妹身上完全没有看到。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，更明白自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。于是她果决的规划后续发展，因为没有任何评论能替你负责你的人生，那些声音就只是出一张嘴而已。这本书有一张对他人的评价表流程，我觉得非常值得分享给大家。有人批评你，你真的听见对方说出口了吗？如果不是，那就不必担心了。如果是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不认识，那就不必担心了。认识，你在意他们的意见吗？不在意，那就真的不必担心了。在意，他们的意见是出于爱之深责之切吗？不是，那就绝对不必担心了。是，那这些意见有建设性，而且对你有帮助吗？不是啊，那就不必担心了。是，仔细思考一下改进的可能性，决定什么才是对自己最好的，然后呢？下次改进就好了，不要再放心上了。依照这个流程，大结论就是不要担心。面对酸民的留言，现在我也是这样处理，除非留言的内容有什么值得检讨的地方，不然评论我的衣服、眼妆、声音、头发、五官、肢体动作，一律不是。我的风格就是这样，如果你不喜欢，大可以转台就好。我也很讨厌罗振宇在奇葩说的表现啊，可是我也不会去干涉他讲什么啊，顶多就是他做他的官老板，我翻我的白眼。但是我明白，多少还是会有不安，不管是来自谁的否定，哪怕是自己的。低潮就像是冤魂一样，索命似的缠着不放。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？作者建议我们可以写一封信给自己，里面充斥着既定的事实。由于作者用他自己的故事当范例，对于还没看过书的大家来说可能没有共鸣，所以我就用我自己当练习，一样画葫芦，写了一封信给自己。说真的，写完的当下，我真的有觉得好一点点。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封信的内容。亲爱的 Neko， 一路走来辛苦了，我是你不放弃的坚持。以下这些事你应该要知道。YouTube 频道转型已经第3年了，你茫然到今天还是没有放弃，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做的内容不只是知识，更多是过生活，享受生活，记录生活。60岁回头来看，不愧对自己的生活内容。我们成长得很慢，多少让你很灰心，但也因为这样，你更能好好照顾每个爱你的小猫。一次又一次的深夜，孤独但不寂寞，有13万的小猫爱着你，或曾经爱过你，请相信自己做的事情，不要输给放弃。我会陪你一起成长下去，我就是你 by 你的坚持。好，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矫情，但真的很有用，里面的数据都是真的。说书做了3年，拥有13万支持我的你们，即使其中的122700可能现在已经消失了，但它依然是一个不可撼动的事实。我曾经用影片感动了这么多的人，让这些人愿意按下订阅的按钮。这封信除了矫情，要用到自己都无法反驳的事实，它是拿来说服以及提醒自己并非一无是处。脱离了低潮借口，请记得要一步一步的往目标前进，为你自己定一个目标，用10个梦想接近这个目标，并给自己10年的时间去计划完成。10年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这也是我会问我自己的问题，很多面试的老板也会问这个问题。10年后，我希望自己不只是一个媒体人，我希望我的身份远大于这一个小框架，我希望我能拥有一个未曾拥有过的完整的家，不必大富大贵，但求幸福、无虑、平安、健康就好。这个目标听起来很小，不过要做到真的很难呢。最后，让我们回到这本书吧。女孩别再道歉了，是一本针对女孩子写的情绪管理书籍。即使作者希望女孩做自己，不要在意别人的目光，但我在书中一直感觉到她被妈妈这个身份绑架，不断强调自己身为成功的企业家，孩子们应该能理解妈妈现在放下他们去赚钱，是给孩子们的成功榜样。或许吧，但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。当一个人过度强调要放下别人的目光的时候，不就是他过度在意目光，所以才会一直强调吗？真的不在意的人，可能连提都不会提吧。书中有一段我一直觉得很吊诡，他想讲失败，但其实是一种经验。那这种失败的经验会让你接近成功，不过他举例的失败，最后其实成功了呀。所以我说那个失败呢，这感觉很像是考全校第1名的人跟你说，其实我全校第1名，但是你看哦，我的数学只有99分哦。
所以嘞，就是一直有这种感觉。我对他书中的举例都是快速翻过，有些东西确实是值得一看，但我觉得我已经把书中的精华讲得差不多了，剩下就只是作者在炫耀自己的风光伟业，同时又能经营企业，兼具作家的身份等等。好棒棒，好棒棒！棒棒棒！真的不用买，去书局把第3部分你该学习的技巧翻一翻就可以了，真心不骗，不用浪费时间。好的，转眼瞬间又来到影片的片尾啦！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加分享，小铃铛开起来，才不会错过我分享更多好东西给你们哦。心有余力的话，使用加入按钮，1个月75块钱，支持我继续分享一本好书，算是吧，给你们，我会非常感谢你们的。我们下个星期2晚上8点说书时间再见，大家拜拜。今天这套衣服感谢 Ruby 午茶赞助给我服装，我总算不会穿着奇装异服来了，是不是？今天感觉就比较正式，而且我超喜欢他们这个小细节，这边是有一只兔子的刺绣，好可爱哦，超可爱。然后裙子是用2种材质拼接，可是你们看不到啊。裙子是用2种材质的拼接。超可爱！我跟你们说，这件真的超值得收，好值得收。这一集不买输了，我们去买衣服吧。真的很可爱呢，很可爱，超可爱。然后它的袖子也有蕾丝，有看到吗？这袖子也是蕾丝哎，超美的这件学院风。这件真的太棒了，谢谢Ruby午茶，我把链接放在下面啦。你们如果想要去 shopping 的，自己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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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